光臂为你飞起来！靠了！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，真的，我作为一个家乡人，我特别的自豪，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，特别感谢你们。注意看，杨建平说到做到，当众摔断韩国冠军胳膊，成功为师弟妍希波复仇。韩国冠军之所以会招来杀身之祸，这一切都是他自作孽不可活酿造的后果。在此之前有一场比赛，韩国冠军金立硕不听裁判劝阻，执意要掰断妍希波的手臂，台下的杨建平瞬间暴怒，冲上擂台就要和韩国冠军金立硕理论。结果金立硕非但没有说出个1、2、3，并且还主动推搡杨建平，羞辱杨建平不是个人。于是两位的大战在3个月以后拉开了帷幕。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由玉石品牌独家冠名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《昆仑决》尊龙传奇澳门站的比赛现场，现在是压轴的比赛，是由红方杨建平对韩国选手金立硕，比赛已经开始，我是现场解说综合陈佩，我是蔡志贤。刚开始杨建平是非常猛烈的一个低扫，而加后手重拳。好的，一上来就非常的这个激烈。对，打的金立硕的一个左眼有点闭上啊，因为有点被打到眼睛。金立硕是韩国鼎鼎大名的全能王，不仅在站里拥有绝对的统治权，在地面缠斗也丝毫不怂任何人。从上一场比赛就可以看出，中国硬汉妍希波在站里打不过他，到了地面缠斗也难逃被金立硕降服的命运。然而杨建平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欺负的中国勇士。杨建平为了早日复仇成功，二话没说就开始疯狂拉制金立硕。这个金立硕锁住杨建平的一条胳膊，使他这个无法采用其他动作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好的机会。哦，当心三角锁，对，三角锁，当心三角锁，当心小心他的三角锁。对，已经有点成型了。他可以做一些下行，转一个角度就会三角脚就会成型了。那杨建平呢，尝试站起来。这时候相当的凶险，担心三角锁。哎，三角脚小心，一定要当心，不要让他扣住。哎呦，进来了，差一点。那这个在什么情况？占据上方压制位的杨建平竟然在挨打，无奈之下只能捂着头进行严防死守。然而金立硕却在一直不断实施锁技，给杨建平制造压力。灵机一动的杨建平瞬间扭转了战局。就算金立硕拿到了杨建平的胳膊又如何？还不是被杨建平砸得晕头转向，分不清东西南北。杨建平简直是赢麻了，不仅化解畏惧，并且还直接把金立硕压在了地面上。的力量。刚才也非常危险，这个地面实际上是非常凶险的。好，现在金立硕做一个防御，好，及时站起来，动作非常的快。双方回到了这个原点，是这一场就漂亮多了。当然双方已经进行了一下力量较量，双方对地面的情况有所了解。对，力技上也有发挥，在地板上呢也非常的激烈，相当精彩的比赛。好 ，overhand right。这个杨建平的企图心相当的强烈。从体型上来看，杨建平确实不占据太多的比赛优势，毕竟金立硕这个家伙是个大块头，能扛能打的同时还攻防兼备，自身的抗压能力还特别强大。然而杨建平却一直在以技打力，精湛的作战技巧加上了灵活的移动步伐，给金立硕的视野制造了很大的干扰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金立硕还是显得略微不敌中华虎杨建平。那我认为是杨建平可以继续利用他的力量，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。这个很漂亮的拳法，一个下勾拳加后者的重拳。好，take down，差一点。一个柔道的摔法，但是呢，金立硕很厉害，这个翻身爬起来，这个没有，侧踹了这个肋骨。杨建平技术是非常全面的，但是动作并不好打。对，在Tiger受了训练了，应该相当的扎实。目前这个杨建平除了在东方荣誉之外，他也到这个泰国。杨建平在出道初期所接触的就是自由式摔跤，在摔法上必然要比金立硕强出几个层次。碍于金立硕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厉害，普通的进攻根本无法击穿金立硕的防御。此时的杨建平在与金立硕拉扯期间，脑子一直在不断的转动想办法。面对金立硕的猛打猛冲所给予的压制力，杨建平只能暂时放弃发起主动进攻的想法。其后另寻其他办法，邀请金立硕进入到地面缠斗。不贴到，好，但是位置并不看。金立硕不慌不乱，在下位做防守。
那这个杨建平会不会配 scar 呢？会不会越位呢？有点尝试想越位啊，可以走旁边或走中路都可以，两种选择都可以。或者像那招牌动作翻身，杨建平就可以做翻身的一个越位。对，杨建平曾经在空中有个空拍，直接越到了这个日本这个对手的侧面，都可以，都相当的漂亮。对，但是历史会出现吗？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。他不放弃啊！千万不要见外，这个无赖动作是韩国选手专属的赖皮招式，打得过就往死里打，打不过就进入乌龟模式进行防守，这就让身处战力的杨建平很是被动。佩斯卡目前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因为金立硕的双脚一直挥动。好，杨建平的重拳。MMA 是3局，但是每局5分钟的比赛，对体能消耗非常大。我们该金立硕做一个高扫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在战力对拼的杨建平也不是什么鼠辈，实在顶不住伤害的金立硕则是选择与杨建平进入到内围缠斗。灵活的杨建平很快就挣脱了束缚，并用拳头告诉了金立硕中国人不是好惹的。既然金立硕已经惹怒了杨建平，那么杨建平势必要给这个所谓的韩国冠军金立硕免费上一课。金立硕这家伙的抗压能力和抗击打能力都很强，就像是一块石头一样。杨建平的攻击打在金立硕身上不疼不痒。滑倒了，这些水晶。金立硕感觉有点累了，这个低扫蛮重的。前脚的腿法就是金立硕的一个缺点，这个正拳对，所以被抓了一个迎击。因为他前脚的踢击不具威胁性，所以杨建平可以再抓这一点。踢踏他实际上对腿没有太多的防，不能说杨建平打出的拳头力度不够，只能说这个金立硕的脑袋就像是一个大铁块，这些普通进攻根本奈何不了金立硕。无奈的杨建平只好再次拉开距离，并成功限制了与金立硕之间的距离。不管金立硕发起什么样的进攻招式，杨建平每一次都能见招拆招。再次将金立硕带入到地面缠斗的杨建平依然不占优势，不知道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，是杨建平的自身问题，还是金立硕的问题？来了一个接腿摔，又被一个封闭型的绑脚，又被抓住了，整个被守住了啊！那剩下一只手可以做这个肘击。看能不能这个，其实这个上位击打杨建平是比较好的一边，找到这个机会，要防止而且要防止伤害。对，因为金立硕的脚是非常黏的，他要找机会一直往上拔。开始击打，好，站起来了，杨建平又想这个把金立硕。在地面缠斗期间，杨建平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防守，最终无奈回到了战力对拼。回到战力的杨建平非常狂躁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就对金立硕发起了猛攻。毕竟杨建平是在给师弟阎锡波报仇，必须下死手往死里打，才能看出来杨建平的勇猛所在。没有找到机会，他这个封闭式防守还是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对，一下去就夹住了。那夹住之后，就是这个杨建平没办法轻易做到一个齐臀位，这是一个中立的位置。好，又起身了，金立硕偷逃了好几次。这个杨建平这个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机会，有点可惜。本来这个人他这个击打他应该是很有利，对，就不要做降服了，直接打啊，因为你 take down 是可以的，那 take down 完就直接打。杨建平在战力对拼还算可以，真要是到了地面缠斗还真不行。毕竟金立硕这个家伙非常难缠，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抗衡的。打了这么长时间，杨建平的体能和状态下降得很迅速，然而金立硕的精神状态却很饱满，根本不像是一个打了将近10分钟比赛的人。面对杨建平所实施的有效进攻，金立硕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过就用肉身硬扛。开始重拳，拳法没有问题，摔法也没有问题。这 overhand right 做太多次啊，那个金立硕已经有了防备。主要还是就是摔倒以后的话，他并没有那个很好的这种。对，摔倒那时候就是直接打了，就不要做降服了。对。金立硕就像是一辆坦克，时时刻刻都在猛压杨建平内围做动作，
根本就没打算放过眼前的杨建平，甚至无歇止对杨建平发起猛打猛冲，给杨建平施加压力。到了内围缠斗的杨建平很聪明，并不会和金立硕展开太多的肢体接触，反正比赛时间所剩不多了。这时候可以拼膝撞，也可以拼走，哎，放过了，可以拼走。因为他膝撞他的时候可以上面走步的。这一次因为这个杨建平的拳腿哦发挥的不错，所以他保持这个距离，哎呀，差一点，非常耗力气、耗体力。然后金立硕用下勾拳开路，很快就撑过去了。杨建平发怒，谁也拦不住，拿着拳脚进攻，就与金立硕展开一波接一波的猛攻。然而金立硕面对眼前这个晃来晃去的杨建平，金立硕表现出了绝无仅有的进攻攻势，貌似不想给杨建平生存的空间，连续的猛压再次把杨建平激怒嘛。面对被放倒的金立硕，杨建平没有犹豫，直接重拳出击。非常好。在下位把你踢出来之后，要出来，再来。我贴到了点啊，这个好。好，到侧位，哎呀，这个侧位上太会转了，这个金立硕在非常会转，就这个机会又没有抓住，没办法，那个太会。到了地面缠斗的金立硕再次实施了一招无赖招式，对杨建平来说，他只能用脚猛踢倒地不起的金立硕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然后用脚来对付你，然后会做这个圆形的晃动，我就压住他，然后开始打击，打他头部。好，这次呢，侧过来，侧过位，侧过位来，要把位置侧过来。这次看看杨建平怎么发挥智慧啊！毕竟已经把他推到这么多次了。一直压制无果的杨建平决定重新回到站里，金立硕也随之回到了站里。不过金立硕这个家伙就像是一个怪物，在地面缠斗老老实实，任何动作都不敢做。这一回到站里对拼，金立硕就像是战神附体一般勇猛，时时刻刻都在找杨建平的麻烦，甚至连喘气的机会都不给杨建平。面对这个情况，杨建平很快就找到了合理的处理方式。当然对方体力也不行，可以打他，对，可以打杨建平，可以抓住机会打他。好，现在2分多钟，其实金立硕是要做膝撞才对，你一下显我就膝撞。但说这个每次摔都被建平摔倒，所以他还得担心他。金立硕在站立对拼强势又如何？还不是被杨建平牵着鼻子走。实属无奈的杨建平又实施了一次下前抱摔，被压制的金立硕实在是太顽强了。面对施加压力的杨建平，金立硕竟然不管不顾，直接对杨建平发起反击。占不到便宜的杨建平选择放弃压制，重新回到站里。可能在他起的时候，快起边腿就能踢中头部。对，金立硕真的有他一套啊，屡被放倒，屡次站起来。打拳也是可以的，建平的拳也比他好。比赛终于结束了，整场比赛打得非常不容易，尤其是杨建平所打出的每一拳都命中了金立硕，奈何金立硕的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这些攻击根本奈何不了金立硕，就连挠痒痒都不够格。在地面缠斗的杨建平也吃亏，战力能打过金立硕，但无法终结 KO 金立硕。邀请金立硕进入到地面缠斗也很简单，不过金立硕在地面缠斗的抗压能力很强，非但不让杨建平获取优势，并且还会在地面缠斗给杨建平施加压力。最终杨建平获得了胜利，成功帮助妍希波报仇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杨建平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